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今天我就要说这句话。虽然国内正在忙着封锁消息，但是你习近平和普京说出来的话，现在你还打算吃回去吗？大家好，我是大卫，我们一起来分析新闻背后的真相。今天是美西时间9月2号。今天我相信世界上大多数看了这视频的人都极其气愤，一国领导人怎么可以这样无耻？因为今天是中国国内的93阅兵，你像老习一边是这个俄罗斯的，一边是他的小弟金三炮，三个人还有后面的一些人，整体他们在往上走的过程中，就包括 BBC 凤凰都在做现场的直播，你都猜不到他们在步上天安门城楼台阶上他们说了什么。直接上大瓜吧。在这样发展，人类的器官会不断的移植，甚至越活越年轻，甚至会长生不老。来预测呢，本世纪呢，可能未来可以活到150岁。Есть прогнозы, что в этом мире человек живет да, не доверие. 通过刚才视频我们看清楚了。首先，这普京怎么这么坏？本身93阅兵是习近平花了360多亿人民币筹备一个大事儿，直接让这普京给搞砸了。他是怎么说的呢？他就讲，随着现在生物科技技术的提升，人们可以做到长生不老，尤其是器官移植。你想你是客人，你在网上讲上台的时候怎么讲这么局域的事儿？这能在天下讲的吗？那我们再看另一方面如果稍微有点常识的人老习你应该清楚，在全球媒体的瞩目下，你讨论这干什么？他聊这个你都当听不见吗？然后就往上走不就行了吗？他他妈居然还上钩了！他发表了一下他的观点，他说在本世纪末人的寿命可以达到150岁。今年他72了，他想往150岁活。在这儿，他两个人在全世界人民表演了一下极致的集权领导人是如何看待民众的。在他眼里，这就是人矿，这就是零件的储备站。举个例子吧，如果说普京他为啥讲这件事儿？我感觉大概率他是接受过器官移植，70、80岁了。为什么说这个呢？器官移植你是怎么这么门清？如果说他缺了哪个零件，五腑嘛，对吧？心、肝、脾、肺、肾，人离了哪个都活不成。如果他零件坏了，尤其是岁数大了，肝解毒能力差了，那赶紧去找让俄罗斯安全局找到配型呢，制造个车祸，然后抢救期间不慎死亡了，实际上零件早拿走了。我想他干了也未必就是那么1、2回。那我们就说，在老习眼里，13亿中国人某种程度上他也不在乎别人的死活。我就给你换位思考一下你要是老习，比方说你现在肝有问题了，解毒能力太差，你换不换？你是说接受天命的这个直接死了，还是说干脆杀一个人？我想老习可能大概率会选择后者。也许这个时候他不动声色给医生一个眼神就可以了。301医院根本就不用通知什么省市地方直接让中央警卫局派个小队制造个车祸这人就没了。中国很多学生就这么不明不白的人没了，抢救期间脑死亡了以后，按照中国法律这就是死了，那器官不经过你家属同意它也许就火化了，你拿到的一个小盒，这可能是让
一直是我们好人啊不愿意相信的事儿，现在让这俩家伙给挑明了，这也是刷新了我们的认知。我刚看了一下 BBC 啊，美国的媒体啊都在大肆的报道这个事儿，但是啊，国内的一些媒体都在大量删除这个视频，尤其是提到关于器官移植的这种事儿，其他人你也不能讲了。为什么？这俩人啊，就跟光屁股走路一样，全世界在丢人呢。好了，除了这个大瓜之外啊，我们简要聊一下这次阅兵确实出了一些这种新设备啊、新装备啊，但这玩意儿能吓住老外吗？很难，因为啊，美国的阅兵它是在实战，比方说 B2钻地弹轰炸伊朗，这个是真正的阅兵，你踢正步那有啥意思呀？当然了，有个数据大家要清楚，本次阅兵花了钱呢。据说是360亿人民币，他对外披露肯定会披露一个很小的数字。其实你应该把数据往哪儿想呢？在筹备用了多长时间？6个月。这6个月啊，航班要受干扰，包括现在天津、北京的航班都必须绕行了。哎，这要多大损失？另外呢，企业要停产停工，这种间接损失啊，我相信应该超过360亿人民币。说到底，这个钱啊不是老习印的。他还不是民脂民膏纳税人的钱吗？等于是他花公款给自己办了一个堂会，哎，然后还不算给外许诺的钱。在这许诺呢，他和俄罗斯的普京啊签署了一个协议，就是西伯利亚2号，也就是讲1号的管道已经在向中国供气儿了。本来啊，中国在以前的领导人期间，他有一个约定，无论石油、天然气啊。不能对单一国家形成依赖，你单一的份额不能超过15%，万一你要威胁我呢？大家知道老普他什么干不出来啊，连器官移植都能在这个天安门城楼上把老习带沟里去了。在这插一句啊，金正恩这个80后啊，这小子智商和这个情商都是蛮高的。你看他就在这个3日并排往前走，他听见了，但是人家一个字儿没说，他肯定清楚这事儿干可以。你怎么在世界的摄像机面前你说这事儿太丢份儿啊？所以这小子啊，前途无量。我觉得他能当这个领导人呢，也不是白给的。不光是基因的事儿，智商也很重要哈。那我们再说那个西伯利亚2号，现在啊，双方签了一个协议，叫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备忘录。哎，不是说咱们要投资，通常情况下呀。这种事是双方共同来投资的，一个要买，一个要卖。那经过蒙古了，蒙古可能要分点钱。那这么大的投资，中国人同意吗？我想啊，应该是不同意的，因为你要是2条线，这个份额绝对超过15%了，那中国的能源可能就拿捏在普京手里了。大家知道，在2022年的时候啊，他在入侵乌克兰的时候就已经向欧洲提出了威胁，说今年冬天啊，我不给你供气儿，哎，直接掐断你。他拿天然气当成了武器。既然有这种前科了，你老习怎么能上这个当呢？所以我想啊，这种事儿他清楚，大概率啊是双方签了一个备忘录，各自给国家有个交代，至少啊，你老普回去的时候可以忽悠一下国民了。至于说什么时候建、多少钱啊，什么个步骤，那是下面一步的事儿了。好，那我们再看这个金正恩。金正恩这次啊非常聪明，他来了以后啊，没有过多的发表什么言论啊，也没有拍一些姿势。他呢，人家要的是实惠的，你让我来，我给你捧场了。至少说上合组织我没去，我有我自己的范儿和选择权，我也有拒绝你的权利。你让我阅兵，那我来啊，来完了以后，你该援助你就得援助。他呢是要点实的东西。第二件事，我们说一下这个普京啊，其实他除了这次把习近平的戏搞砸了，习近平现在是灰头土脸儿。你那些装备再漂亮，你居然是一个摘取别人器官要活到150岁的独裁者，现在都终身制了，这玩意儿是丢脸的事吗？对吧？第二件事，我们说一下，普京又干了一件啊，用干扰设备干扰了冯德莱恩的飞机。因为冯德莱恩作为欧盟主席啊，他去保加利亚考察一个兵工厂，那飞机的降落过程中啊，整体失灵，
这个时令更多的是 GPS 信号无法找回了，不得不用图纸就是当时的那个地图才平安降落。除了干扰欧盟主席今天他又干扰了德国的一位军事指挥官，因为德国在立陶宛有一个军事基地，有个8000人，有期节目我们已经讲到了。俄罗斯呢也去完成了这个干扰，实际上这就是一次军事冒险。按照北约秘书长的说法，这个就是混合战争之一。既然说你都接受了这个战争了，你为啥不反击呢？我去看了一下这个技术上怎么实现的呢？它有一个移动干扰车叫 R330，这是俄罗斯生产的，专门干这个的。就是它在保加利亚机场的附近向天空中发射这种强电波，实际上就遮盖了正常的信号，它把你正常接收信号给你阻断了。实际上技术倒不难，难的就是它这种干扰车是怎么开到保加利亚境内的，是怎么开到立陶宛境内的，你总不能在空中进行干扰吧？所以我想这些两个国家的反间谍部门应该要打起精神来了。当然了，也不排除有内部人被俄罗斯收买。第三件事呢，我们聊一下俄罗斯就收买了一位乌克兰人枪杀了前任的议长主席，他们叫最高拉达。那在乌克兰审讯这个杀手的同时就问他，你为什么作为乌克兰人你干这种事情，你枪杀了前任的这个议长？他就说了，我的儿子曾经是士兵，在俄罗斯被抓起来以后，他希望见到这个儿子，本身这个人也脑子不清楚。俄罗斯人告诉说，你的儿子实际上已经死了，如果你想要尸体的话，你必须干一件事儿，你去把你们那个居住区附近的有个议长，虽然退休了，但是也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你把他给干了，干了以后呢，我就还给你儿子尸体。这明显这不靠谱吗？这家伙居然信了，还确实是枪杀了这位退休的议长。你看，人要是愚蠢起来，简直是没有办法。第四件事我们讲一下美国的事儿吧。现在美国老川又给我们贡献了一个故事，他已经7、8天没有公开露面了，今天算是满血复活吧。但是呢，有记者问他，你是否公开这段时间的健康记录？因为有记者认为呢，他的手上的淤青有一些缓解眼中呢布满了血丝，怀疑他在这期间做过一些手术或者一些特别的这个治疗，但是他并没有公开，白宫明确说我不公开这个信息。这个时候就双标了，因为在拜登时期，哪怕拜登3天不露面，他就得说那柯水桥是不是已经出什么事情了要求白宫必须公开他的健康报告。你看到你这儿的时候7、8天，可能受了一些治疗呢，他却选择不公开。所以说能打败特朗普的是他这个在野时期的特朗普。好，我们再说第5件事是南美现在不太平。今天有11个委内瑞拉的人被美军干死了，应该是空袭一发导弹吧，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对外公布的。那我们就想呢，这也许是一个开胃菜吧。你想动员了4000多的海军陆战队，这每天花多少钱？然后呢，再有这个10几个舰艇，又有最先进的这个潜艇，肯定不是威慑。要威慑的话呢，你应该1、2艘就意思一下就行了。你花这么多人去应该是要干一个大活，现在还在集结吧？集结应该会集中在1到2个月。那集结人差不多了，也许会来一次灭国级的战争，就是以反恐或者是以反毒品的名义把这马杜罗给这个拽下来。今天我看马杜罗对外讲话说话都不利索了，明显是充满了颤抖。他说明什么？他也真害怕了，因为对他的奖赏是5000万美金。今天又发出了一个消息，他的国防部长要是这个被抓的话呢，美国奖赏是1500万美金。实际上就是鼓动内部人，你该出手了，出手了以后一是有钱了，第二呢，没准你能获得美国的支持这实际上是一次策反。咱们1、2个月之内就应该能看到马杜罗的下场如何。好吧，今天就聊到这儿。最后我想请问在国内的朋友们，老习被这个普京带沟里起来，你觉得是智商问题呢，还是情商问题？欢迎在留言区留言。再见。